小时候，我的卧室门框上画了很多根线，有的线旁边还标注了日期，直到这些线条越变越密，越变越密，最后停在了一条粗线上。你们都猜到了啊，那就是用来量身高的。对于渴望长高，而且的确也会长高的孩子来说呢，经常量一量身高很有意义。但珠峰它又不长，为什么隔个几年就要上去量一量呢？实际上在涨，而且两方面都在涨。一方面是地质角度的涨，由于冰川变化、地壳运动、地震活动的影响呢，珠峰的高度实际上并非是一成不变的。通过测量它的变化，就能反过来掌握地质活动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变化，从而为制定整体环境政策提供参考，很重要吧？另一方面的涨呢，是我们的测量技术的增长。比方说，以前只能拿根棍子插到雪里面，等插不动了就抽出来，直接把它视作珠峰顶上的雪层厚度，跟我小时候在门框上画线一样原始。现在有了雪深雷达了，要不要再爬上去用一用呢？比方说，以前在用到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来对珠峰进行遥感测绘时，只有 GPS 一个选择。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北斗卫星系统，要不要用呢？在地球上最严苛的环境中实战这些不断进步的测绘技术，才能够帮助我们建出世界上最长的港珠澳大桥，才能够用精确的导航带着你去远方。你说重不重要呢？好了，可我还有一个疑问，给小孩子量身高很容易，只要靠墙一站，拿根尺子就量出来了。但山，你把它往哪边靠呢？那该怎么办啊？基本上有3种办法，鉴于我们都不会亲自拿它去帮珠峰量一量，所以我就只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方法1：三角测量，就是通过直角三角形的已知边长和角度来计算出位置的边长。这条位置的边长当然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山峰的高度啦。在实际操作中，为了做到足够精确，三角测量有几点非常重要：一是你必须亲自爬到山顶上立起一个参标，好让山脚下的测绘人员有的瞄准。这次珠峰重绘的参标就是首次由专业测绘人员亲自带上去的，所以显然我们可以预期有更加精确的结果。其次就是要确定山底到底在哪儿呢？或者说我们选的其他几个参考点的精确位置和精确海拔到底是多少，这样才能依据它们计算出最终的结果。好，再让我们看看方法2：全球卫星导航系统。是的，就是你手机上面也有的导航了，它也是需要你亲自带上卫星接收装置爬上山顶的。也许你会说，它不是定位的吗？怎么还能测高吗？是的，不过相比起来，卫星定位既快又准，定起高度来呢就要慢很多了。你需要在卫星收集到足够多的信息前待在原地好一段时间。于是这就带出了第3个不需要你亲自跑到现场的测量方法：摄影测绘。派一架飞机飞过一座山峰，拍下许多高清的照片，然后把它们输入到电脑里面，利用专门的软件生成这座山的 3D 模型。研究人员于是就能够知道它有多高了。只不过要飞过珠峰好像有点难哦，我们还是爬吧。我是火箭叔，跟我一起为珠峰测绘队员们加油吧。